终于找到了，据说喝了这水可以长生不老哎！不老泉真的存在，你敢相信吗？这是100多年前古人建在绝壁中间的不老神泉，他们因地制宜，用9981块条石建造了与山脉浑然一体的石墙寨子，固若金汤，上下悬空，内部无人知晓。为了一睹神泉真容，我们踏上了天寨探秘之旅。在这里做好了安全保护，看一下这下面，哇，那个瀑布非常漂亮，我们在无人机里面也看到了。从这里下去了是垂直悬空的啊，这个下面还有一些树，这里挡住了，看不到那个天寨的外墙，我们要降一段了才看得到。继续下降。你们在这里做个自然锚点，可以看到这旁边的瀑布非常的壮观啊。继续开干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如此吸收养分的这样的树根，你们见过吗？悬根哈，而且这个是随重力摆荡的，非常的有意思。这个上面有一些骨碎补，开始安全下降。就这个寨子里面有大炮啊，那个老人说的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我们继续下降。这个悬崖底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战子挑凿的石墙，这个应该就是它的第一道天险。看这个植被，这个已经尘封了多少年？天哪，看到没？这是无梢蛇的蛇皮。这个全为科普啊！咱们在这里发现了这个传说中的石棺，它就在这个葛藤的后面。你们走进去看一下，还是不要将它搬开了哈。这里还有盖子，能够看出这个是用战纸精雕细琢过的。这时候过了这道城门，然后这里还可以往那边去。这个水缸差不多是1.5米宽，2.5米长，差不多深度是80公分。这个天寨里面呢，据老人所说啊，他说里面还有大炮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是从这里上去的啊。但是现在看起来，这个是用炮子给炸下来了。全是坍塌的痕迹，在我面前呢，这里好像是一个古代的电梯井，它是这样四四方方的这样下去的，但是中间有这个坍塌的这个条石，也许古代真的会有电梯吧。这里上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，我看了一下，还是只有打钉判，户外向阳正在进行钉判作业。这个是专业操作啊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家里有人吗？他在问那个寨子里面有没有人，应该是没有活人了哈，已经近在咫尺了。我们马上准备随他开的线上升。据说这个寨子里面有一眼不老神泉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石门的前面，可以看到这方方正正的做的非常的规矩。这边还有一个射击垛口，从这里可以伸那种土冲出来，大概是宽80公分，高1.5米左右。它整体的是在一个负角度下面，这里淋不到雨，易守难攻的好地方。上面是没有被破坏，也就是说当时剿匪的时候没有把这个上面给炸掉，所以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当时建造这个寨子是花了多大功夫的。哇，看这里一道石门，这里面还有隔断，看这个寨子的朝向是坐东北朝西南。这个上面开凿的有这样的石槽，这个门框下面是做的石仿木的结构，曾经这里应该是做的一个木质的大门，好精致啊！难以想象这个古人石匠，他将这么厚重的这个条石啊，给做的如此的方正。再看这个射击垛口，这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现在火妹正在上升，可以看到这里直接正对那个进来的要道，这里还有2个观察孔。看这个石墙的顶部与山体的吻合度，可以说是严丝合缝。只有做过瓦工和这个石匠的朋友啊，才能知道这种工艺的难度。可想而知，当时建造这个寨子还是花了不少功夫的哈。哎，真的是不老泉呐 ！Hello， 哇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
这真的好看。这个两边呢，它还有这个石板啊，给做了一个升高，但是这个外面的已经垮塌掉了。从这个水池两边的钙化物可想而知，这一眼清泉是存在了多少年了？这差不多有1米多深，整体看起来就是清澈见底，非常的漂亮。哇塞！这个山体里面的水呢，它是含有一定的钙镁离子，所以呢，它通体呢呈这种透亮的乳白色。这个旁边还形成了龙鳞纹。原来这个不老神泉是真的存在啊！据说这个里面还有火炮，我们要过去看一下。看这个做的隔断，哇，我真的想在这里养老了。这里还做的有这个灶台，灶台做的好精致啊，但是好像没生过火。这个，哇，看什么？这个是石头做的烟囱啊！第一次见，这个不是水泥砖哦，这是石头哦。那个时候还没有水泥砖哈，它不重，看到没有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真的是石头啊，这不是水泥的哈，用石头做的烟囱。我说里面怎么没有熏黑呢？原来是做的有烟囱。这里还有哈，这个上面还有三合土和这个竹篾做的隔断，好精致啊！这个应该是除了预言洞，是我看见过的最精致的这个城寨，太漂亮了！看这个，哇，我真的想在这里住下去啊！这个里面好像是用这个石头给封堵了一个暗道。我在这个地上还能够看到一些陶块的碎片哈。这里20多个平方，如此精密的工事，不可能说这个寨子就这么小，应该这个后面是有一个暗道的。天寨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还有1000年古寨。卡住了。是不是特别漂亮？你看这个石头的烟囱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太神奇了！这个双灶已经被毁了。这个下面是什么？对啊，你轻轻的。我们把这个灶台给它复原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哇，这个毁掉太可惜了。而且这是个弧形的嘞，弧形的真的是。你说这个石头中间它是怎么开凿的？有这样一个方孔，它是用什么工艺开凿的？太神奇了，好精致啊！我们这次真的是一镜到底啊！大家不要说我们什么盗宝啊什么的啊，这个里面根本就是没有宝藏，如果有宝藏呢，也是埋到了这些石头下面。我们就是合法的拍摄啊，绝对不搞鸡鸣狗盗之事。大金沟天寨了，就全部探索完毕了。里面的总面积差不多是100多个平方，在里面呢，并没有发现老人说的这个大炮的所在，但是找到了传说中的不老泉。这时候向阳还在拍摄啊，里面差不多有4、5个隔断，分成了4、5个房间，整体的建筑工艺是非常的精湛，可以说是彰显了我们中国古代石匠精湛的建造工艺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投石问路，开干了。这里是里尔湖天坑，1800米高山有一处常年浑水不清的湖泊，具体深度无人知晓。每逢天气突变，湖面冒泡，好似沸腾。当地人猜测湖底可能连通暗河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利用绳索反穿里尔湖天坑底部，好大一根阴藤木，看看两处秘境是否处同一地下水系。现在呢是位于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，从航拍里面看到的里尔湖呢就在这个山包的后面。我们此次下里尔湖天坑，也是为了探明那个沸腾的气泡是否跟这个天坑的底部地下水系相连。而向阳作为开线先锋啊，率先下降，我把这个石头扔下去，我们看一下深度。
起码还有200多米。对，好深啊！伙计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自然锚点，拴了这根树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里尔湖天坑非常的震撼。请你们再不要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！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，这样突然出现一个竖井，下面是绝对不会出现宝藏的哈。所以大家不要再带节奏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，我们只是呢就是为了探明这个地下水系是否和里尔湖的湖底相连。我带的有100米啊，先看他搞他看，你带去吧。深不可测，感觉是一个300米的深度。先锋传来消息，在第一平台下方还有一个100多米的竖井，这时候继续向下输送绳索。把那个直销东西跑。有鸟啊，直销东啊。啊，还有3个直销东的蛋。我的天哪，看到没？这时候阿志在我前面去了哈，他在我下面2个点的位置，向阳的光完全看不到，继续下降。现在看这个坑口比较圆，然后这个四周呢，坑壁上面都有水溶的痕迹。这实际上里尔湖天坑算不上是天坑的规模，它的直径差不多只有4-5米，算是一个高山竖井了。安全换点之后，我们继续下降。那里咱们还发现了一只紫啸东的巢。什么情况，两位？下面有一根1米多粗的阴沉木。1米多粗的阴沉木啊！3颗蛋哈，3颗蛋上面还有花纹。好大。这里有一个，有2个哈。幸亏我们没从那边开线，不然的话可能要惊到他们。这是个葫芦口，我们现在处于它最窄的地方，下面又越来越宽敞了。我们继续下降。下降的时候，咱们就像坐电梯一样。上升的时候，就是一步一步的爬上来。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是如何上升的？待会儿展示给你们看啊。2位队友的灯光看起来很渺小啊，这里下去还有50多米就可以一绳到底了。现在最后一个队友，没有，我太小没到了。这是什么？阴沉木啊！你看这，我去，大家看，这好大一根阴沉木，向阳的脚下，好大一根阴沉木，大部分还被埋着噻。这直径都有1米多吧？我这里就在感觉那个，这么大一个，那边会不会是空的哟？没动到了吗？石门。哦，向阳在这里做了一个点，前面说还有竖井，丢了石头没有？我再给你丢一个，丢一个。1、2、3。方方正正的一道门，我们姑且称它为地狱之门。这个洞道呢，它的方向啊，似乎是往里尔湖那个方向前进的啊。因为可以看到，透过这道石门，后面还有空间。不过这里需要手降下去，要么就是打横切。我们一直向下吧，因为这里海拔比里尔湖要高出那么200来米。如果往下能够直接通到它的地下水系的话，探索起来就比较简单了。好，准备装备，开干了。有一个小平台。哦。这个就是对你那里在看不到这个非常大的一个，好高的洞腔。现在从这个地狱之门这样下来呢，这个岩壁都是呈金黄色，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滴水下来，岩壁被弄得非常潮湿，而且在我们的对面呢，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个像菜刀形状的洞口。我们分析这个竖井顶部啊，有可能就是里尔湖。现在向阳还在继续向下开线，深水孔啊，
在旱季的时候，它是连通了尼尔湖的底部，然后有这个沼气啊，一些比较轻的气体向上翻腾，就引起了尼尔湖的水面冒泡。地狱室门下来是越走越宽。哎呦，好滑呀！花岗岩。哇，鸡血石，伙计，鸡血石！这里发现了鸡血石。哇，一脉一脉的，这里面那个血丝能看到吗？很清楚哈，这一脉下来全是这样的血丝，这里能看得很清晰哈，鸡血石的纹路。向阳已经下到了这个竖井底部，很平了，而且在它的东南角还有一个洞道，继续斜过去了。我们继续下降。飞虎队，这是一个什么动物摔下来的骨头？刚刚在这里表演飞虎队，一下给魂摔在这里。大型动物摔下来过。对。仔细看了一下，这边是没有动到的，但是这个竖井很高啊，差不多有70来米，一个通天竖井，上面有很多的渗水点。咱们分析这个就是尼尔湖的底部，有可能这个地上的泥土啊，里面有很多的气体，它在升腾的时候有可能会通到尼尔湖的底部。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啊，也不知道究竟和那个有没有关系。这个下面偶尔能够发现一些骨骸，过往今来可能有不少失足的动物掉下来就再也没有上去过。这里还有阴沉木，这个下面没有其他洞道了，也就是说这个尼尔湖天坑我们就只能止步于此了。给大家表演一下如何上升的吧。这个叫脚踏带啊，然后脚踏带连着手身有一根牛尾啊，是连着我们的安全带，然后这个是胸身连接我们的这个筋环也是连接的安全带，这样就有双道保护。然后我们往上爬一步，这个绳子就会往下去一步哈。你看这，看到没？这，我现在只需要单手啊，我们要成了老手之后，一般就是单手上升的啊，单手上升嘎，看到没？这样就凶得很。我们一般有女孩子有这种队员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必须就是说单手上升，这样显示了自己很有力量。都爬不动了，我们这样方式。向阳先生表演的是负重上升啊，他这个包呢，差不多是一个35斤到40斤左右，里面有150米的绳索，还有开线工具那些。可以看到他爬得非常快，爬着很猛啊。这是保证100%的安全。我们的绳索呢是破断拉力是46千牛，成功的从尼尔湖天坑里面撤到了这个上面平台这里。哎呀，马上就可以重见阳光了，重返人间。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湘鄂交界处发现超深竖井，什么？这是丢下无数生灵的杂瓯坛子。我个朝代都选人下去的，我听他们闹有么个说的嘞？他们当时丢是丢的活人下去的，还是啥了？啥的？你啥了丢下去的？据五峰南河村民介绍，这是封建时期的刑场，坑底尸骨成山，没人敢靠近此处。当我们放绳下降300米时，依然没有落脚之地。黑暗深渊究竟通向哪里呢？这边是来了好多村民了，因为他们也很好奇，这下面究竟丢了多少人下去。在当地村民的陪同下，已经来到了这个杂瓯坛子的坑口啊，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无底黑洞。刚刚向阳用石头测试了一下，这个深度我们预估超过了400米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准备工具开线布绳。
我的个天！我们不告他回客。现在向阳已经开了100多米，我们准备开始给他送绳子。黄金呐，没想到都要分钱的。好，等会儿把野饭准备起，我们起来分宝贝啊。这个杂油坛子是一个垂直向下的黑洞，这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开干了，这里下去是一个垂直的大悬空。据说在古往今来呢，有很多的人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一直丢下去，然后这个下面极有可能是一个尸骨成堆的地方。不见其人，只闻其声。我们从那个位置降下来，这时候追上了开线前锋向阳，然后我们丢个石头，1、2、3。哎，声音从后面传出来了，我们下面是空的。对，刚刚声音这边也传了一声过来了。丢个小的。哇！我挡不住了，我挡不住了。往前扔一点。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应该是被一个大石头给塞住了，然后是一个巨大的裂缝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从这边大洞口开始下降，因为这边下不去，继续向下开线。我们要从这个大一点的这个洞口扔下去。哇塞！他在这个平台这里留了250米的绳索，然后我带了150米的绳索，继续向先锋靠近。先锋150米的已经用完了，然后我们继续下降。这个平台极有可能是当初落人的那个平台，但是因为太过陡峭，可能那个剩下的骨头全部都坠入了这个深渊。越来越窄。继续下降，这是200米的哈，200米的已经全部完结。现在向阳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看一下，直筒下去，继续下降。这下面又是个黑洞啊！这2个黑洞啊！你往下照一下，我看嘞。你看，哇！难以保持平衡呐。我的个妈耶，还深得很哦，深得很哦。刚刚我们用这个树根下去测试了一下，发现这下面应该是连通的，因为声音是从2个气孔穿上来的。这时候我们决定先走右边了，因为大家知道老规矩，先走右边。我们这时候把这150米的绳索继续传递给向阳。实际上我们这还是挺辛苦的哈，觉得全身上上下下。多少装备啊！你看这下面就是个无底洞，不知道有多深，看不到了。那是阿志的灯光，他现在距离我差不多在180米的垂直高度。现在向阳还在继续开线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底部平台，没有看到这个骨头的痕迹，要继续向下开线，这是呈螺旋下降的一个水溶型竖井。这里250米的绳索已经完结，现在向阳还在开线，这又是一个黑洞啊！继续上第300米的绳子。这里看不到阿志了，看这个水流滴下来的位置，这边发现了一个水冲石的石英岩，这个可不是滨州石啊，里面有类似积血石的痕迹。
然后这里下去依然是没有平台。如果是当初牵了人下来的话，这里是完全兜不住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到这个竖井的最深处，一个椭圆形的这样的平台，那种地方才能够看到他们的遗骸，看到一些历史的踪迹。我们只能继续下降。经过2次排遣下来的这个枯树兜子哈，已经全部摔成了碎片。这个是会分解的哈，对生态没有影响。现在能看到象牙了，这应该是它下面的第一个漏斗形的平台。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，你在那里看一下下面有没有骨头什么的。你再来看一下。这是一个远古的大裂缝。有吗？你拍下来看，还是一个通天竖井啊！通天竖井。好，我们继续下降。小伟，这里有天盖。什么？头盖骨。有头盖骨。对。第一个漏斗形平台，终于是发现了有骨头，这也就印证了当地的这个传说，所言非虚啊。我们去看一下，可能我不能拍出来，但是我会以照片的形式记录。经过320米的沉降，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这个平台啊，可以看到这根大漆树兜子砸碎了，然后前面是怎样的环境呢？看一看。哇，通天大竖井，好高啊！天哪！320米的竖井底部，下面果然是发现了有一些东西啊。这里，这边有一道底缝，大家看。现在这个太高了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我看到了。目前只发现一块，这里还发现了一只金蟾蜍，这个我觉得要把它带出去，不然的话它在下面要饿死。哦，你个天嘞！看这边，好多呀！这就是大竖井的底部，就是这种景象。再看一下天上，打不了。竖井的另一头哈，就是一个小裂缝，人进不去了。这里有一块哈，这边也有一块，已经完全石化了。在这个角落里面还有一个裂缝，但是人进不去。这是它的小水，这个上面也走不通了，盲洞。糟坛子天坑，肋骨。哎，妈呀，这石头下面估计多得不得了。看来传说所言非虚。哎，这里我看到了，我就是没看到狗头金。我们动不动在洞里面能发现金子，我这没看到。但这里还发现有这个被烧的板材，就是那个木板被烧过的。坑底的面积差不多有40来个平方码。在这个320米的竖井底部，我们确实是发现了一些骨头。这时候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，收好东西，我们开始原路返回了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，兄弟们。